大家好，我是爱玩好热的艾文。我觉得我会比较像是开心果吧，因为我没办法忍受一个空间就是突然的安静，就是哪怕就安静个1秒我都受不了，我是真的无法忍受。就是我宁愿我自己看起来3八一点，可是我都不要让大家都觉得很尴尬。所以我没办法，就我希望大家出来的话都是开心，就是我在的地方大家就要开心。我蛮享受现在自己的工作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作品，就像是我的小孩一样。我觉得他就是被阐述的那一瞬间，不只是有成就感，还有一种欣慰，然后还有一种有点，其实我有点透过我自己做频道跟做直播，有点重新找回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对，因为原本我对自己的定义跟想象，跟我现实中我觉得我发现，可能透过镜头，可能透过别人的评论，然后给的回馈也好，我发现其实蛮大的落差的耶。就是比如说，我觉得以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笑的人，可是后来发现我做了频道之后，发现我其实不是好笑的人，我没有办法走，我不是那种幽默，我只能顶多3八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事，就是我蛮讶异，原来我自己做频道可以找到另外一面的我。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在找，我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个频道的动力在哪里？因为，可是我觉得，不管是我有没有找到这个动力，我都不会想要停。就是它是有一种魔力，是因为我是真的喜欢这个工作啊，就是我没有为了钱，因为说真的，做这个真的很容易饿死，就真的快饿死了。那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固定的答案，我觉得每个阶段的动力都不同。那可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认定了这件事情，我就会想把它做好，就是哪怕中间其实我中间有一度真的很迷茫，因为我本来有一个合伙人，那因为理念不合也就是没有做，实在是自己一个人做，然后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然后比如说频道也被关了。然后我真的是颓废了超久的一阵子，然后不好示范。可是我真的是有点，就是晚上就会去喝点酒啊，想要让自己忘掉这些事情。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我觉得蛮感动的，就是他来陪我喝酒，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，他也不会跟我聊频道，他也不会安慰我说啊没事啦，反正他就是陪着我喝酒。只是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说，你还记得当初我还要创立这个频道之前，就是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为什么想做？我说我就想了很久，我是真的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我讲过什么话，我也忘记我的频道到底要做什么。可是他就跟我说他记得，他说他记得我以前跟他讲说，我创业的频道是希望看到的每一个人看完之后是可以开心的，是生活中每天这么多负能量，那起码在我这边可以少一点这些负能量。我听到之后我就爆哭因为我说实话，我自己真的都忘记我讲过这句话。那我没有想到，身边真的会有这么一个人记得我讲过的话，哪怕是1-2年前的事，哪怕可能只是一句玩笑话。所以我觉得，可能这些动力都来自于身边的这些人吧，或者是一些支持的评论。其实至今都是一个谜我就是睡醒之后，我就收到了 Google 通知说，你的频道违反色情条例防治法，然后就被关掉了。那可是我一直不懂啊，我去申诉，可是依然都没有什么效果。然后，而且我其实没有收到过警告，因为 YouTube 的政策上面也有写很清楚，说要收到3条就是红色的警告才会被删掉频道，可是我1条都没有，所以我就至今都不是很了解。甲板日志，然后陈玉祥，然后还有就是好几个，就是可能他不是以经营为主，可能是自己分享为主的，也都被关掉了，就是蛮奇特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都是在今年年初。对，像甲板日志是在我上一个礼拜，然后陈玉祥是在我上个月这样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。我很犹豫，我要不要连名字，然后连 logo 全部都换掉，因为我怕说会有演算法，然后又让 Google 找到。可是我后来想想，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，就是我还是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大不了我不开盈利啊，不开盈利你也他应该是不会关注到我的，所以我还是会用我原本的方向，而且还有一个想法是我想要让那些真的在我这边可能
有拿到一些快乐跟温暖跟喜欢这个频道的人找得到我，我怕我换了名字他们就找不到我了，所以我还是为了他们，我还是会用同样的名字，就是爱我好热。其实我最原本想拍的主题不是一日情人，你开始想做的节目是什么？一日情人是一个附带，可是我那时候想拍的是，因为我第1集的一日情人是跟一个异性恋恋爱，然后也在大庭广众，我是希望是大家都总是由我来跟大家说，婚姻平权是该怎么样，然后性别应该是怎么样，性别平权应该怎么样。那我希望是有另外一种说法，我想要听听看别人的想法，可能异性恋的想法，所以我就邀请了一个人，就是我也不认识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帅，然后我们就会去华山那边去约会，然后那天刚好有展览，所以人超级无敌多，然后我也会一部分是让他，我想从他那边去了解异性恋对同性恋约会的看法是什么，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让他体会说，就是对同性恋来讲，我们在路上约会，就是可以遭受到那些目光啊，对嘛，真的都是家常便饭，那个是凭日常。那我想要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遭遇的这些，对，所以我其实原本的主题是这个，那可是没想到大家就眼光只有 follow 到一日情人，那我也觉得也不错，因为我也不喜欢我的频道就是太有教育意义，我不喜欢我教大家东西，因为其实没有人想要学东西，就是大家该知道的其实都知道。那我希望是一种习惯吧，我希望我多拍我跟男生的约会，那大家看久了，也不需要去了解，就是会觉得好像男约会、女约会、男女约会，好像都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。我希望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想法。你说关于出柜这件事吗？其实除了爸妈没有认真坐下来聊过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。可是我相信我爸妈知道啊，因为我影片都拍成这样，就是看到男人都气了，就是他们有看过，他们有在我的粉丝团里面，所以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对我还有抱了一点幻想吧，因为我以前就是交过女朋友，所以他们一直以为我还有机会再去交女朋友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过，就哪怕只有一次聊，就是前年的婚姻平权投票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有蛮认真的跟他们聊关于这件事情。我希望别人的家长怎么想不管，可是希望我自己的爸妈是不要带有那种歧视。对，我希望他们是用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，哪怕他们不喜欢，可是他们也不能有一些歧视的想法。所以就那次有小小吵，可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吵完之后，他们更有比较可以接受关于这件事情。略。法案过了以后，你有跟家里做一个讨论，是在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下？是看新闻吗？还是看新闻？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一群长辈，因为我们家庭其实我蛮幸运，是我们家的感情蛮好，我们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，是所有的亲朋好友这样。然后就是他们可能看电视的时候，无意间就会讲出一些我觉得有点歧视的话，然后其他的小孩都跟我说没事，就是不需要去跟他们争论。那可是我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觉得不行，我不是因为你们说的那些伤到我，而是我觉得你们是我最爱的人，那我希望你们是理性的，所以我就会跟他们争执这样。所以就是至少我会希望他们不接受，可是就尊重。可是我又很不敢跟我爸妈坐下来聊，所以我不想要他们嘴巴一定会说好啊，我支持你。可是我很不想要他们就是可能晚上半夜的时候在那边偷哭。我觉得他们是走这种路线，就是要假装自己很开明啊，可是其实内心在意的要死。平常的，因为我现在还是跟家人住，所以其实我们本来生活经营非常非常密切。对，所以就是像可能刚刚说的那一块是，我们平常就这样，比如说回娘家什么，其实过年我是不出门的，我就是那个9天，我就是都会陪在家里面。对，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也是这样子，所以可能他们其实没有对我这件事情有贴上负面，就像可能刚刚有聊到说，他们只是希望我可以交女生的朋友，对，可能一部分是他们觉得不想要被他们的同侪可能有异样的眼光，所以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面子的问题呢，一部分可能担心我可能会不健康，或者是可能会不幸福吧。其实我觉得没有，
支持的人依然支持，不支持的依然不支持。然后，可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，只是没有摊开来的，就是摊开来让大家去聊这件事情。那我相信这是第一步，我觉得这只是第一步，哪怕通过了，那没关系。那我也很谢谢那些不支持的人跳出来跟我们说，到底他们为什么不支持。所以起码我们得先了解他们到底在意的点是什么嘛，我们才有机会去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所以我觉得，真的有什么改变吗？我觉得没有啊，就是大家早上起来依然喝早餐店的大冰奶啊，对，该结婚就依然会结婚，该离婚就依然会离婚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。所以我也想跟反对的人说，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差别，那其实你们应该也会觉得没什么差别。不管有没有结婚，男生跟男生可不可以结婚，我相信对这个世界上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改变的可能是大家的那份心情吧，那份心。其实我以前在做直播跟 YouTube 之前，我的理想做工作是婚礼主持人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原本同志是不能结婚的嘛，所以我觉得我不能结婚，那我想要去，我自己不能幸福，那可是我想要让别人幸福，所以我想要去做婚礼主持人。因为婚礼主持人其实不是只有主持，它是从筹办啊，大大小小事情，其实都是同一个团队在做，所以我会想要，因为我对恋爱有憧憬，那个结婚有憧憬，所以我会希望我自己不能结，那我就让别人的婚礼过得更幸福一点。所以那是原本是我的理想职业，我从大学就想做这件事情，可是我蛮期待的，就我很希望如果未来我能结婚的话，我的婚礼上是有他们的，因为我现在的规划的婚姻是没有他们的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想来。那可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他们是那个陪着我一起走那个红毯的人。对，所以如果他们出现，我应该会崩溃吧，我可能就没办法再玩猛男秀了。我可能好了，我为了他们再办一场就是比较适合长辈参加的婚礼。对，可是我是真的很希望他们是可以。我一直有个画面，就是其实我平常我是很想谈恋爱，可是我也很喜欢单身的一个人。可是，在比如说逢年过节啊，可能兄弟姐妹的都会带女朋友、男朋友回家吃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羡慕，所以我也会希望有一天是我跟我男朋友、跟我爸妈、跟我家人是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，就是我很想有那个画面。可是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有点困难。